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，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
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胥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。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净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。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
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2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2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。
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，他会请求去处理。哦，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“棘手”二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东华帝君，太子殿下，请。不必了。我只有2个问题。哦，殿下问吧。神仙之间度修为，是否一定要神之草？不错。帝君可曾和东海瀛洲那4头神兽交过手？并未交过手，但300年前青丘狐帝白芷为了拿到神之草，为白浅度修为救命，曾与那4头畜生恶斗过。神之草虽然拿到手了，但也受了重伤。这4海8荒能与狐帝修为比肩的，没有几个。本帝君算一个，或许殿下您也可以试一试。多谢帝君，告辞。你问这些可是为了墨渊？帝君如何知晓？我不只知道你问这些是为了墨渊，我还知道青丘白浅就是当年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。天族寻找墨渊上神已7万余年，帝君既早已知晓，为何不早早说出来？当年弱水一战是何等惨烈，想必你也听说过。可再惨烈的战事，经过了7万年，也都淡了。唯独让本帝君印象深刻的，是司音上仙抱着墨渊的仙身，浑身是血，坐在弱水河中，声嘶力竭的痛哭。那时本帝君还不曾尝过什么是人生6苦，自然看不懂司音上仙所作所为的意义，只是觉得他身为昆仑虚弟子，修为不够，徒增烦恼。后来又听说，司音和墨渊的仙身消失无踪，也颇觉得好笑，觉得这位昆仑虚弟子太执着生死，并不像修道的仙人。没想到今时今日，本帝君反倒有些理解了。看来这下凡历劫一趟，还是有所收获的。帝君明白了什么？墨渊死就死了，受不受香火又能如何？他生前最宠爱的弟子就是司音，死后葬在司音的家乡，日日与司音相伴，一定会比葬在无望海好上许多。你说是吗？本君不是墨渊上神，自然不知他如何想的。本君还有要事处理，先告辞。
夫君，你怎么又将这结盆灯拿出来了？你当初不是说这灯一直燃着，娘亲就会回来吗？如今娘亲已经回来了，这灯还有什么用吗？夫君得将这灯送到一个地方，有人等着用它。那夫君快去快去，要用灯的人一定等得很着急。夫君送完灯能去找娘亲吗？阿丽，你的娘亲是青丘女帝，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可能日日陪你在天上。阿丽明白，只是阿丽好想念娘亲。东南西北四海的水军，我印象最淡的便是这西海水军。当初与大师兄闲聊时，他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，近2代的西海水军都为人十分低调，才令得西海一族在四海八荒都没有存在感。唉，就是这么一位低调多年的西海水军，却为他大儿子做了一件很不低调的事情。他儿子不是已经病了600年了吗？儿子病了，请人来医就是了，能做什么？这600年前，西海水军为了治他儿子，四处张榜告知。水军，小心告退。海将军，水军，马上派人张贴告示，告诉天下人，谁能治好小儿之病，本军有重重赏赐。是。大皇子，快点，迅速将榜文昭告四海八荒。你为何要凑这个热闹？就在前些日子，你四哥偶然间听到你大师兄提起这件事情，自然就想到了我，要我去帮一帮他。难怪这四哥看在大师兄的面子上找到了你。你以为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出来呢？冥冥之中，也算是大师兄帮着师傅找到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师傅的魂魄？冥冥中自有注定。若要墨渊的身子骨恢复得顺遂，那蝶雍的身子必须好好照料。接下来的日子就要辛苦你了。这本就是我该做的，谈何辛苦？上神走时说要带位仙士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这位仙士是专门负责料理大皇子那种病患的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就由他来照顾大皇子。那就有劳仙士了。好说好说。二位请。二位上神，
前面就是小儿所住的福音殿了。不妥。先生，什么不妥？莫非对小儿的病有什么？回水君，小仙只是想到一件事情，非常紧急。啊，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小仙方才想到，调养之事需要十分的清静，可否方便水君立个规矩，从明日起，包括水君本人，不要靠近这里。好。夫人，你先回宫，我独自带2位上神入殿就行了。2位，请。怎么了？我怕碰见大师兄。西海水君，不知二皇子现在身在何处呢？哦，昨天昆仑虚来了信函，说蝶峰已经到了那里，这2天恐怕回不来。2位请。回不来，哪怕他回来了，如今墨渊都要醒了，害怕碰见你大师兄了。再说吧。请。你眼下定是想急着见到墨渊，但又害怕见。去吧，你都等了7万年了。仙使，这个就是我的大儿子蝶雍。蝶雍，立在你面前的这位锐气千条的仙使，便正是折颜上神座下守五区一指的弟子。今后，你的几百年不遇的顽疾，便全权仰仗这位仙使来打理了。多谢仙使。这脉象，不虚不实，不缓不红，不浮不沉。正如折颜所说，再正经不过的脉象。仙使，小儿的病，有劳水君去殿外面等等我，我等一下要使用仙法，探究一下大皇子的病根。这仙法需要清静。是。师父，之前就听折颜说过，师父您在这。徒儿终于找到您了，徒儿来晚了，师父。
哭什么呀？难不成我这病没治了吗？就算没治了，你也用不着伤心的哭啊。别哭了，医不好，我不怪你就是了。我是喜极而泣。你这人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心肠软，不曾想你看到我受苦却很开心呢。也没有多开心。大皇子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直言说的没错，若仅靠着蝶雍这副不大健壮的身子骨，师傅少不得需要调养7、8千年才能真正醒过来。不过，若能借得天族的劫魄灯一用，再将我身上这14万年的修为渡他一半，便能助师傅早日醒来。看来，还是要回一趟九重天，亲自见见天君了。折颜上神呢？折颜上神说有些要紧事要处理，让仙使先留在西海，明日便回来。那你们水军呢？方才有贵客至，水军前去大殿迎接贵客了。若是些微小事，仙使尽管吩咐婢子们就是。那去迎客大殿，带我去见你们水军吧。其他人留下照顾大皇子吧。是。仙使，请随我来。仙使，请。阿丽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她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她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？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？四海八荒，身在何方？岁月该如何安放？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。就是你为九墨月留下的吧？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白起，你的心里面可有半点我的位置？你等了他7万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的心中当然没有别人的位子。是我妄想了。你说的这个人，可是我师父。我师父回不回来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而且师父的事情，仅有我、四哥还有折颜知道。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是折颜告诉我的。我还知道，你为了让他早日醒来，需要劫魄灯。告诉我，你拿了劫魄灯之后，
还准备要做什么？去营中拿神之草，然后将自己的修为炼成丹药，给蝶用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我师父便能醒过来。你疯了！你以为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就能轻易取得神之草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取到那神之草。我知道，看守神之草的4头凶兽异常凶狠。当年，就算是我阿爹去，也弄得伤痕累累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去吗？我当然要去啊！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夜华，你此番来得正好，我刚好有事要与你说。我们那纸婚约，不如就此废了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早就听说天君会传位给你，我也知道继任天帝天后要一同承受81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我本应与你一起受的，但是我要将修为渡给师父，所以可能无法与你一同承受这业火了。其实当初你我本没有什么干系的，只是因为那桑吉做错了事情，让我们青丘颜面尽失。天君怕两边下不来台阶，所以才定了你我这桩亲。如今便由我青丘去退婚，所有前尘往事也不必分得那么清楚了。我明白了。今夜你来我房中一趟吧。解剖灯不在天国，在我手上。原来真的只是我在妄想。可是我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我多少？怕是早已乱成一团，理不清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四哥，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？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，不过此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。有劳四哥费心了。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，不过眼下这么瞧着，你这伤倒是好了，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？煞白煞白的，莫非是墨渊回来了？你不开心吗？啊？我挺开心的，我哪儿不开心啊？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？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，一时没缓过来。好了，同你说吧。不过，
是因为团子同叶华生了一场嫌气。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2口果酒，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，他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。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，叶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，还说我没把团子当成亲儿子来照顾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说了些重话。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，别再来找我。那阿离才多大一个娃娃呀？你给他喂了那么些酒，醉了7、8个时辰都没醒过来，也不派个人报叶华一声。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，也不知了去向。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，那韦石也是个人才。按照你的性子，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。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，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，卯足了劲儿刺激他。你这么反常的行为，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不可能。不过，我上9重天这2日，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。看见那素锦侧妃全身都不对劲，也受不了叶华他说了我2句。莫非我真的是吃醋了，还醋了这么久？你果然是吃醋了。不会吧？我整整大了他9万岁，如果动作快点，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。我还想着帮他纳几房貌美的侧妃呢。四哥，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，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，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？什么？他竟然向你表白了？好，能一眼看中我带大的人，这小子颇有眼力。啊，说到年龄问题，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15000多岁，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。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。说到娶侧妃这个事儿吧，从前折颜心心念念的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，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。他应该是觉得这4海8荒没有哪个女神仙配得上我。你呀，天生就是少根筋的，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。我问你啊，他若走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呢？叶华初来青丘的时候，确实是不习惯的，但想着，反正日后要同他成婚，都要住在一处，所以便随着他去了。白天的时候，他拉着我散步；他批公文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嗑瓜子；晚上再陪他下2盘棋。我想着，反正日后成婚，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，也就渐渐习惯了。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叶华来青丘之前，我到底是怎么过的？今日看来啊，你10有8九是瞧上叶华了。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，叶华他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，若日后他不遵守的话，哼，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四哥，你放心什么呀？那他真的违背誓言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说我是真的对叶华动了心，那我白潜这14万余年，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？竟会对这个比我小9万岁，等闲该叫我一声老祖宗的小子默默动心。
子醉酒时，奈奈还说，这小殿下的酒量正是随了他的夫君，十分的起。1、2、3、4、5，5个酒坛子，酒量并不算浅。你是来拿解剖灯的？随我来。解剖灯在此。 你把这灯放在蝶蛹床头3日，墨渊的魂魄便能结好。千万记得，这3日里，灯火不能熄灭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点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细心照顾的。是我多虑了。照顾墨渊，你一定会尽心尽责。 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，这灯我用过。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，你想用这结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，那这灯我便收下了。 我知道，这结魄灯是天族的圣物，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，可有什么不妥吗？本来这次来借结魄灯之前，我还想着，借了这灯，青丘和天族的债就算是一笔勾销，两不相欠了。但你这么轻易的就把灯给了我。 我很感动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应该要回报你才是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能帮的我都会尽量帮你。我没什么想要的。你真没什么想要的？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我想要的。 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。你想要我？当我没说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 夜华，这难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？我对夜华的心思已经龌龊到了这个地步了。 我的衣服呢？我嫌麻烦，用法术变走了。你是要和我一起？
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今夜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完完整整的拥有你，哪怕你的心里只有墨月。怎么还没睡？以前总听四哥说起你的威名，说只要有你的战士，没有不所向披靡的。怎么与鲛人族那一战，你却差点灰飞烟灭？若不是我故意放水，区区鲛人族如何能伤得了我？为何要故意放水？我这一生从未羡慕过别人，唯独羡慕我二叔。他和绍兴私奔的事，你可曾听过？他和绍兴私奔的事情，你忘了？我可是当事人之一。二叔求人得人，虽然过程坎坷，但是结果最终圆满。天君虽宠爱他，却从未立他为太子。没有了太子这个身份的束缚，他脱身倒也脱得洒脱。那你呢？我虽是太子，所幸我爱上的正是请求的白浅上神。浅浅，若有一天有人夺走了你的眼睛，你可会原谅他吗？这天上地下，有谁敢夺走我的眼睛？若那个人是我呢？是你。你要真是拿走我的眼睛，我跟你的交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那举破灯，你要记得，3日不灭，少一个时辰都不行，也不能用仙法保护，必须亲自盯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小心谨慎的，放心吧。好好睡吧。我走后，你千万不能离开这个竹林。好。你觉得孤单，便对着镜子叫我的名字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离开这里。好。为何这个凡人跟我长得如此相像？烟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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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烟花！今日怎么了？
些奇怪的话。这不是我自己的寝殿吗？夜华送我回来的吗？既然我同夜华两情相悦了，婚自然是不能退的。仙使，太子殿下可醒了？回仙使，太子殿下已回天宫了。他还真是政务繁忙，有交代何时回来吗？并没有交代。姑姑，凤九回来了。我的小九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帝君的救命之恩可报了？报是报了，但还没还上，我不知道。看来我们家小丫头这次真是受伤了，伤到哪儿了？是不是伤在这儿？姑姑，你都知道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在此处？是谁惊扰了四大凶兽？是异族来找神之草救一个孩子。异族是谁？义军和义后都在里面。
殿下要做什么？将这瀛洲沉入东海，彻底消灭神之草的痕迹。太子殿下，胭脂求太子殿下能赐一株神之草给胭脂。给了你也没用，这是天族圣物。胭脂知道，可这孩子有一半仙族的血统，胭脂想，或许他真的能用。求太子殿下看在天族和异族7万年的情谊上，就赐一株神之草给这孩子吧。胭脂知道，如今东海瀛洲已经毁了，天下就再也不会有神之草这个东西。太子殿下手中的东西，或许是这个孩子活下来的唯一希望。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我已将神之草交与令妹了，不知义君还有何事？殿下可否告诉李靖，你取的神之草是为了救谁？天族的事，何时需要向异族交代？李靖只有一句话提醒殿下：这草能救任何人，唯独不能救墨渊。殿下请放心，李靖无意插手天族的事。之所以这么劝殿下，也是为了报答你给我神之草，救了我儿子。本君为何不能救墨渊上神？7万年前，墨渊用自己的元神封印了东皇钟。如果7万年后墨渊真的醒来，那汇聚在东皇钟上的元神就会消失。而青苍也极有可能破钟而出。东皇钟是墨渊上神亲手铸造的，难道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吗？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青苍妖法大增，你认为东皇钟还能支撑多久？到那个时候，墨渊的元神就会消失。我敢说，离青苍破钟而出的日子就不远了。青苍被东皇钟所困，又如何能妖法大增？我们兄妹3个，就是青苍妖法大增的异骨。我们兄妹每死一个，青苍就会妖法大增。就在前几日，我大哥已经死了。既然殿下和阿英有婚约在身，那日后就是继位的天帝天后。可殿下又何必要帮阿英唤醒墨渊上神呢？墨渊上神是浅浅的师父，救他是浅浅7万年来唯一的心愿。那如果青苍真的破钟而出，殿下也要为了阿英，用自己的元神封印青苍，成全墨渊和阿英吗？
言尽于此。殿下手中是最后的神之草，要如何做，也只有殿下自己能够决定。当年鹤群如此，还是师父弱水一战的时候，今夜又是怎么了？非我昆仑虚弟子，是不可擅闯昆仑虚的。师父，我是太子夜华。不知太子殿下夜访昆仑虚所为何事？本君想借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。炼丹炉？哦，好。殿下，请随我来。这炼丹炉是昔日师父常用的，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用？多谢。太子殿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必了。可你的伤……无妨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去瀛州取神之草，将我这7万年的修为同神之草一起炼成丹药，给蝶幽服下。不出3个月，师父便能醒过来。17，方才我听宫娥私下讨论，据说你要与天族太子成婚，还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了我，做一个继任时不立天后的天君。这2、3万年，我都撑不住那荒火天雷。为何？你还不知道17吗？因为我没好好修行啊。记得当年飞升上仙的时候，还是师父替我挡的劫，那时候是3道天雷。如今这继任天后要81道荒火，9道天雷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呀，平时不好好练功，结个婚竟也受影响。大师兄真是无话可说了。
再熬一夜就到头了。吃些东西，打发时间吧。谢谢大师兄。你怎么了？该请钱，命都快没了，还东西？哎，哎！大皇子，感觉如何？大皇子醒了，快去通报你们水军。是。我自觉得这600年来，精神头从未像眼下这般足。今日我定要去西海上头游一游，看一下这600年再也没见过的景致。那便去吧，别再耽搁了。我若像你一样睡了600年，怕是早就受不住了。先使这些日子辛苦了，快去歇息吧。我是要去睡了，我日日盯着这火苗，眼睛酸得很。麻烦你同我大师兄说，请他这2日不要来找我。好好一个人，怎么忽然就这样了？谁知道啊？如果他还有命活过来的话，自然会告诉我们。你确定这个闷葫芦真会告诉我们？他身受重伤，不先回天宫去，反而跑到这10里桃林来，肯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又不想让天君知晓，所以只能托付说给我听。说的倒有些道理。你拿这个做什么？他好歹也是个天族的太子，现在少了一只手臂，你说多难看啊！所以我特地去碧莲池捞了一个万年莲藕，给他做个假胳膊。这假胳膊能挥剑吗？不能挥剑，动都动不了，就是个摆设。那要它干什么？好看呢。你总不希望他哪一天去迎娶小舞的时候，是一个独臂吧？倒也是。那你做的地道些，最好别被看出来。我要好好休息，别再打扰我。师傅的魂算是结好了，接下来该筹备筹备去东海的瀛洲取神之草了。只是要想办法避开大师兄，免得师兄们晓得了又要与我争抢。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大师兄。我累得很，不能让我睡2日吗？门外有人找你。谁呀？跟他说我出不去，让他进来吧。你确定？嗯。请进。小五。小五恭迎二哥。你既然是为了守护墨渊上神的元神，就不必这么多礼数了。多谢二哥体恤。那我就长话短说。
我听说西海水君曾经说过，谁医好大皇子的病，家中女儿就能嫁入水晶宫。是有这么一说，不知白衣上神这是要……啊，你觉得我女儿如何？啊，那小丫头啊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她娘当年嫁人也早啊。就算我乐意，白浅她也不会乐意的吧？啊？我是觉得这年纪差的有点大哈。再说了，我是个不懂风情的人，要不这样，我带上神去见我大哥，如何？怎么，你这是在推拒我的女儿吗？不敢，蝶风不敢。二哥，我明白您是希望小九忘掉那样一段，但是这样强买强卖也不好吧？那作为凤九的姑姑，你可有更好的法子，让她忘记那九重天的那位帝君？我有还是没有？有，我有啊。青丘白凤九是何等身份？只要年龄到了，对外一传，自然四海八荒都是上来说媒的人。我和大哥，一个不懂风趣，一个卧病在床，都不算良人，倒不如让那些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亲自上门提亲。你觉得对吗，白衣上神？倒也有些道理。那事不宜迟，就让凤九从西海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开始收拜帖啊！我就不信了，这四海八荒就没有一个与他年纪相近的青年才俊。是啊是啊，两位先聊，我实在困得不行了，我先睡了，就不奉陪了。上神，我们出去再说吧。请。好。小九，整个青丘白家就没人惹得起你爹，你就凑合凑合，看看哪家好儿郎能合你的心意吧。你醒得正好，我刚给你做了一副手臂，看看合不合用。没什么知觉，能做到像就很不容易了。先养着吧，或许几万年之后，就可以慢慢动起来。多谢上神。你是真应该谢谢我，为了你的伤费了我许多精力。生怕你这天族太子魂飞魄散，命丧10里桃源，到时候我还真是冤枉啊！方才醒了，就要逞强了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芊芊还在西海吗？说不准。蝶风告诉我，你嘱咐过小舞。让他在西海皇子床前侍上3日夜，1个时辰都不许差。到今日清晨起，刚好满3日夜。上神可有看到我的丹药吗？好，在这儿。那便好，就麻烦上神。帮我将丹药交给芊芊，
但别跟他说是我给的。送去给他可以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这丹药从哪里得来的？这修炼丹药是昔日师兄给我的出师贺礼。前些日子天君差我去东海瀛洲消灭神之草，我就顺便取了几株，和那修炼丹药炼在一起，正好可以给魔渊上神服用。哦，你去瀛洲取神之草。 当年胡帝去了，也是一身伤回来，难怪你断了一只手臂。本来是不会断的，只是当时洞里还有义军离境跟他的妻子，为了救他们，不小心被咬掉的。义军也要那神之草，你还在洞里救了他，那倒也是波折啊。暂且不提这个。 你刚刚说叫我不要告诉钱钱，既然这丹药是灵宝天尊所炼，为什么不能告诉钱钱？他应该要感激你才是。上神也知道，钱钱他最不喜欢欠别人了。若是让他知道丹药是我给的，他一定会有顾虑，无法全心救墨渊。上神只需说是自己取的神之草，用修为炼出来的丹药。 钱钱救墨渊心切，不会起疑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就不耽搁了，还要回天宫复命去。太子殿下，你可曾想过，如果墨渊的元神归位，他醒了，这东皇钟的封印 或许会被解开，到那时天下苍生会如何？若是秦苍要这四海的人为他陪葬，自然会有守护这八荒的人出现克制他。7万年前，是墨渊以元神封印东皇钟；300年前，钱钱舍命相搏。之后， 也自然会有人来做这些事的。君上，走吧。是。哎，你拉我做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他，萧武待他心思不假。 也好让他们早日坦诚相对啊！唉，缘起缘灭自有因果，这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。太子殿下，佳云，属下在。你去找程昱，让他带阿里去灵山法会待几日。就说灵山上的甘蔗好吃，带阿里去凑凑热闹。吃甘蔗？现在就去。是。天书，属下在。你替我去大殿复命，就说我毁了所有的神之草，杀了4只神兽，也沉了瀛洲岛，但也因此散尽了毕生的修为。什么？君上的修为？切记，千万别说我去过十里桃林。君上，君上！夫君真的准了？没错，小殿下，君上说了，
灵山上的甘蔗最是好吃，让小殿下好好去凑热闹，吃甘蔗可以多待几日。夫君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就会突然网开一变，转阿离独自去玩了？还能有什么喜事啊？一定是你娘亲要嫁给你夫君了。对对，那日30公还说我娘亲马上就要和夫君完婚了，你替我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开心。小殿下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快说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这次独自去东海瀛洲，不仅杀了4大凶手，还沉了瀛洲岛，毁了所有参之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被耗尽了毕生的修为。什么？你这个傻孩子，好好的，非要去除什么神之草，平白无故的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小九呢？仙使，你总算醒了。可是出了什么事？仙使这一睡就是好几日啊！遮烟上神已在底下大厅候了你整整2日了。我竟睡了这么久。遮烟。瞧你这个情形，墨渊的魂应该修好了。前几日我刚炼好这丹药，特地给你带过来，兴许你用得着。这是你耗费自身修为炼的丹药。你既然知道我要传修为给师父，你的身体没事吗？你去瀛洲取那神之草的时候，没有被那4头凶兽所伤吗？当年就算是我夫君去，也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哦，你竟然要渡自身修为给墨渊，这点我倒是没想到。我只是炼好了丹药，特地给你拿过来了。当年你以一己之力封印了擎苍时，已经损耗了不少仙力。现在你还将仙力渡给墨渊，只剩那一丁点的修为，或许太对不起上神这个称号了。当初父神将我抚养长大，这一份恩情我无以为报。我能帮就帮一下吧。不管你与师父的情分是如何的，冲着这丹药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礼就不必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找一天蝶雍精神好的时候，把这丹药给他服下。不过他那身子骨服用这丹药，也不知道受不受得起。你最好在一旁照料他。我知道了。